比特币又要开启暴跌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它不断的破进我们之前在$25,000左右的互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把25,000这个地方用白色线给标示出来，我们在前期连续测试了非常多次，包括这个地方阻力，然后我们后面突破过后我们就踩成支撑了。那么现在站在这个支撑之上，摇摇欲坠的样子，因为我们在短期内已经来回的测试这个位置几次了。尤其我们昨天又收出了一个实体收盘最低的价位就在我们近几个月以来。那如果我们观察日线级别，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的量能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你可以观察我们这3根阴线，它把前面的阳线给完全的吞没掉了。而且你可以看我们的量能它是有量能配合的，它并不是在下跌的时候没有量能。那涨幅的部分就实体部分也可以完全把前面这根阳线给完全吃掉。如果我们用白色框把这4根 K 线都给框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前面的上涨被完全的吞掉了。所以我们前面这波上涨它就是完全不成立的。而且我们在日线上你也可以发现，我们在昨天就收出了我们这段碰触到26,000以来收线的最低点。甚至我都认为昨天这个情况它非常非常有可能就要把我们下面插针所创出来的低点给跌破了。那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我认为接下来跌破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也就是 OK， 我们可以来说一个时间的规则，也就是你可以看我们在上方我们震荡的时间它大概是2个月左右 ，OK， 55天，很接近2个月了。那我会认为我们要跌破我们一定会在2个月之内下跌之后会在2个月之内一定要跌破。那如果说在2个月之内震荡还没有跌破，那么这个盘面就会渐渐的对于多头就可能产生机会。那如果我们测量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55天的话跟上面一样，那大概是10月13，也就是大概在1个月左右大概在1个月又多一点的时间了。那如果说我们测量我们已经走过的时间大概是15天，那我个人会认为我们会在1个月之内跌破。如果在1个月之内没有跌破的话，那么我们的行情很有可能就真的不会下破了，甚至这个时间点再缩短都是有机会的。所以接下来我会认为如果说我们把前面这个前低点，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插针所创出来的这个低点精确的价位它大概是25,234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的话，那我会认为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波气力放尽的行情或者是说我们就前面的这个低点我们可以来标记一下大概是24,750也就是这大概$400-500的距离吧。如果说来到这个区间的话，然后把我们前面的这个低点给跌破，包括这个低点还有我们插针过来的这个低点它都有可能是我们这波下跌行情加速的阶段。其实我们走的这段行情，它很像是我们之前走过的一段怎么说呢？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波下跌它一样是由一条趋势线所压制的。那当然了，趋势线它不一定是完美的，什么意思呢？就它不一定是由针尖连起来。当然由针尖连起来这个是最没有争议，就是最宽松的，最宽松的。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这样子连起来，好像也未尝不可。毕竟每一间交易所它都有些微的差距，确实这些差距会被这些搬砖的交易者，或者说搬砖的系统程式机构等等的把它弭平。但是每间交易所之间现货合约它其实都是有些微的差距的。那如果说我们忽略这些差距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它其实我们说它打在了趋势线上面，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在画趋势线的时候线是比较粗的，因为我认为线的粗细就趋势线来说的话它其实没有意义就是趋势线粗还是细其实都是没问题的。所以画的比较粗就是我们比较好看嘛，它比较不会太细，因为细到看不到。好，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我会认为它其实很像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创造出新高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来了一波震荡下跌，那中间也不乏有这种大幅度的反弹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还好，那是因为后面的下跌太猛烈了。我们当时的反弹它直接弹了10%，10%这什么概念呢？
如果说你是空头的话呢，这10%的涨幅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把你扫出场了。如果你是合约的仓位，当然了，做空也只能做合约嘛，现货是做不了空头的这种方向的。那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这根的拉升，如果我们就行情的起跳点，然后直到我们最高点，它大概就是9%，其实跟我们前面的这一波呢，也差不多。那你可以看我们反弹过后呢，其实我们当时啊，这个位置它有一个水平的互换，它在前面也有测试过。那其实如果我们对应到当前的行情，它就相当于是$25,000的互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阻力很明确，然后踩了之后呢，支撑。那我们跌破过后，它就出现了这种气力放尽的这种暴跌，就完全都没有挣扎了，而且留下了这个深度呢，挂单的深度流动性是完全不够，完全都没有人接盘了，它就直接把这个盘口给打穿了。甚至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或者说你在当时在市场里有一些合约的图表呢，它都把这个点给跌破了，就是这么夸张，就这个下破，直接就把前面这个点给跌破，就这么扯。那其实我们当前呢，我也会认为25000这个位置，如果说被跌破的话，它很有可能再次出现像我们前面这个位置它所出现的这种快速而且暴力的这种下跌，就是行情下跌加速的位置。如果说我们25000的价位被跌破的话，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也是空头，它也是多头最后的底线。如果这个地方被跌破的话，那我相信，就不会有任何多头了，或者说短期内呢，接盘的人就不存在。那这个时候把盘口打穿，出现这种快速的下跌呢，就成为一种很有可能的走势。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些，我们切到4小时。切到4小时过后，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波下跌的量能呢，它一点也不弱。如果我们观察我们昨天、前天等等的下跌量能的话，我们就观察这一段，你可以发现它下跌的量能呢，其实非常充沛。而且呢，它的量能是渐渐放大的。那这也可以显示，其实我们在25000左右的这个支撑呢，它其实已经变得薄弱了。如果说我们在25000的支撑还是很强劲的话，那么我们当碰触到25000，我们就应该产生这种很暴力的反弹，而且呢，必须是有量能的。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反弹的情况呢，并不是太好。你可以发现，它就走得挺弱的。而且，如果我们从4小时来看，它也形成了短期的互换。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前呢，我们不管怎么跌怎么测试，我们收线都是收线在白色线上方的。不过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呢，行情已经运行在白色线下方了。那我会认为，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25,000的支撑效果呢，它正在逐渐的衰弱，它正在逐渐的不稳。尤其经历过我们这波拉盘之后呢，我们更能确认这个事实上方的卖压是很强劲的，不然没有办法在暴拉过后呢，立刻把盘面推回到原本的位置，甚至要更低。其实我们消息面创出来的这个高点呢，它也可以作为趋势单的止损。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在短期内回到这个点位的话，哇，那完了，那我相信空头呢，它真的是就没有什么机会了，至少在短期内。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确实是一个可以拿来当止损的地方。不过其实现在这个价位呢还是不太好，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我更认为呢，如果说做空或者说走空暴跌的话呢，以太坊它会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空非常值得针对的对象。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趋势线附近1、2、3，保证有效。趋势线呢，我们至少要确认出3个接触点，不然这条趋势线呢，它就是一条没有证实的趋势线。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比特币的日线上呢？我们走出这条趋势线的时候，我们后续爆发的是什么样级别的行情？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周线上看的会清晰一点。当时我们下破趋势线过后呢，它就引起了一波大暴跌，而且走得很顺。如果我们做合约的话呢，就很适合了，因为一下子不用很久的时间就打出了很大的距离，打出了很深远的距离。那你可以看我们以太坊，它正在测试这个价位，它正在测试这个水准。那如果我们把级别再切小一些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前呢是处于$1700的这个阻力，而且上不去。好，我们切到日线来看的话，我相信会更清晰一点。切到日线的话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刚说的$1700的这个价位呢，它来反复测试很多次了。我也认为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适合当做趋势单的止损位。如果说短期内又回到1700上方，那我们这波空头呢，可能要再等等了。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哎，支撑，哎，阻力，然后这里呢支撑，这个位置哦，它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弹，然后这里我们又踩成了阻力，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一个可以背靠拿来操作的地方哦。尤其我们现在呢又在测试趋势线，那其实我们在昨天呢，我认为就有机会下跌了，甚至如果说在平日的话，昨天其实就可以下去了，但是呢。昨天是星期五，如果说下去的话，那这个跌幅很有可能发生在6日，发生在6日就会产生缺口。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暴跌所产生的缺口呢，它后续就很暴力的回补了，直接暴拉回补。那如果说我们在6日跌下去的话呢，它也会产生缺口，那也有很大的几率回来回补。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个比较顺畅的下跌，它必须在我们平日的时候，也就是1到5的时候下跌，它才会走出一个比较顺畅，不会有太大反弹的这种下跌。而且大家也发现哦，其实我们在2万的这个位置，它有个缺口，我认为也是我们这一波下跌呢非常有机会回来回补的地方。那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呢，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只要赚钱了，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如果你亏钱的话呢，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